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張凌赫回答想演反派，拒絕舒適區。終於有人要解鎖純惡反派了。下一部戲，我想演一個徹底的壞人。雙引號。張凌赫在入戲專訪裡剛撂下這句話。張凌赫說下部戲想演純粹的反派，直接衝上熱搜。那個讓觀眾哭濕半包紙巾的慕容清逸，那個隱忍深情的武安侯謝崢，居然要親手撕掉美強慘標籤，這事兒的衝擊力在哪？你得先看他剛交的答卷。這一秒過火裡，他演的慕容清逸，自幼報錯，養父逼吃生肉，生母冷眼相待，回到慕容家還是兩性棄子。2026年7月22日。那場被逼吃生肉的戲，沒一句台詞，全是眼神和顫抖的手指，直接衝上熱搜，觀眾心疼的叫他民國小苦瓜。可就是這麼個虐到骨子裡的角色，張凌赫自己看完了，得出的結論卻是受不了自己在原地踏步。他在專訪裡說的相當直白，如果一直待在安全空間裡邊，其實反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雙引號。主持人問他懸疑劇裡想挑戰什麼角色，他回：對於拓寬我的角色來說，我覺得可以選擇一個反派，如果有機會的話。這麼多年演下來，一直沒有演過反派，不是特別正的反派，是特別純粹的反派。我想看看自己能達到什麼程度，自己在演這類型的時候，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挖掘出來。雙引號。注意這兩個關鍵詞，特別純粹，意思就是不洗白，不找苦衷，不強行給童年陰影圓謊，就是徹徹底底的壞人。說實話，這話說的有點狠。回頭盤點他這2年的核心男主竹玉謝崢，身負滿門血海深仇，人前殺伐果決，獨處時知勝病弱與執念，這一秒過火慕容清逸，一生求愛而不得，被命運反覆搓磨，觀眾戲稱他是圈內獨一份的陰屍男鬼專業戶。美強慘已經成了他的熒幕記憶點。更有意思的是網友的反應，這一秒過火開播3天播放破10億，冠喜事強吻片段單獨播放3.2億，貢獻了超過30%的劇集流量。觀眾一邊罵充滿古早言情小說的中二感，一邊瘋狂追更，這種越罵越火的瘋批人設，恰恰印證了慕容清逸的市場潛力。他打破了傳統民國劇男主的完美形象，所以粉絲聽到想演純粹反派的消息，第一反應是興奮而非擔心。赫哥那張臉演反派，反差感直接炸裂，能不能來個偏執瘋批殺手？但也有人潑冷水。畢竟竹玉時期，他就因為底妝白皙無瑕，戰場廝殺後髮絲整齊，被嘲粉底葉將軍。這一秒過火，又因為底妝精緻，唇色鮮亮，喜提唇釉軍閥外號。網友的吐槽挺扎心，用偶像化的精緻掩蓋角色的厚重感，用流量演員的顏值替代演員的演技。張凌赫自己也知道這條路不好走，他在專訪裡強調，我不會害怕去試錯。雙引號。他還特意解釋了自己前陣子說的放緩節奏被誤讀了。我之前說這個話，我後來看到網上有人說，是不是張凌赫想休息了？其實不是這個意思，其實還是很努力在工作。雙引號。入行初期，他靠大量客串積累經驗，現在策略已經從多接戲轉向精準選戲。2026年，他憑借竹玉謝崢一角，同時入圍第33屆金鷹獎與首爾電視劇大賞最佳男主角，拿了雙料視帝候選的入場券，卻主動選擇跳進反派這個未知領域。這種打法在忙着穩人設、保番位的95後小生裡確實不多見。他在入戲裡還有一段表述挺戳人，以前我總是說劇本邏輯、故事邏輯、情感邏輯，
我一定要問出個所以然來。但後來我發現，其實很多事情你沒辦法去解釋，尤其是感情，愛這個東西，很多時候是沒有理由的，它就是一種感覺，就是一種氛圍。這段話其實解釋了為什麼他要演反派，正派角色的為什麼還能用劇本邏輯去推，純粹反派的壞恰恰是沒有理由的，就是一種感覺，一種氛圍。這和他擅長的音域美學其實是同一條表演脈絡，只不過這次要把克制式發瘋推向極致。主持人說大家非常期待，感覺你去演反派應該是很帶感的一件事情。他笑了笑，沒接梗，只說了句我想看看自己能達到什麼程度。從蒼蘭訣長橫到逐玉謝征，再到這一秒過火慕容輕易，張凌赫用3年時間把自己焊死在了美強慘王座上，現在他親口說要下來了。至於那張自帶氛圍感的臉，配上殺伐果斷、陰鬱腹黑的純粹反派，到底是演技封神的前奏，還是純右反派的新槽點？觀眾已經搬好板凳了。